你知道吗？许多不寻常的地方其实蕴藏着丰富的财富，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能够跳出传统的储蓄账户、股票、房产投资，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种的投资方式，回报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却非常的少人知道。这些机会可能会给你带来比传统投资途径更高的回报。这些非传统的投资方式涵盖了从科技创新到艺术品，从罕见的收藏品到新兴市场的各种领域，每种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风险。在这个追求财富增长的时代，如果你想要获取更高的回报，就必须广阔你的投资视野，寻求那些被忽略但又充满潜力的投资选择。不管是初入投资领域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了解这些不寻常的投资方式将会给你的财富增长带来新的机遇。嗨，你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雪壳没教的知识。现在马上就让你分享这10个充满潜力但又却非常不寻常的投资方式。第一，自助服务。在当今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自助服务成为了一种趋势。从自动贩卖机、自助洗车站到智能的停车系统等等，各式各样的自助服务正在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给投资者提供了全新的收益机会。这些自动化的服务的好处在于它们通常只需要比较低的日常维护和操作成本，却往往能够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自动贩卖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运作，不需要人工的开销，从而降低劳动成本，并且提高效率。除此之外，自助洗车场或是自助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只需要那些大型自动洗车设备成本的一部分，就可以获得不菲的利润，而且维护起来特别的容易。这些设备的成本只需要$25,000到$35,000之间，这还没有计算到这个土地拥有权或是租赁的费用。而每个洗车位平均月收入为$1,800。考虑到所有的成本，这些洗车位通常在3年之内就可以达到亏盈平衡的状态。然而，自动化服务的投资也是有一些缺点的。技术故障或是维修需要，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服务中断，从而影响收益。此外，自动化服务初期的投入成本相对的也比较高，需要购置机器、购买商品以及支付租金。这对于预算有限的新手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对于新手而言选择小型或是中型的自动贩卖机、饮水机、洗衣房等等的，是一个比较低风险并且容易管理的入门选项。第二，投资音乐 IP 版权。投资音乐版权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投资者能够从音乐作品当中的版权和收益当中获利。这类型的投资通常涉及到购买音乐版权或是艺术家共享版权所带来的收益。随着数位音乐和串流服务的兴起，音乐版权的这个投资也逐渐的受到关注。那好处方面就是音乐版权的投资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一首成功的歌曲可能会在很多年内持续的产生收益，尤其是有在数位音乐平台上面播放的歌曲。此外，这种投资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体验，投资者能够直接参与支持艺术创作。对于新手投资者而言，透过专业的平台来进行投资会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比如 Roya.io、Solomon、Southwest 都是一些知名的音乐投资平台哦。透过这些平台就可以帮你省略掉复杂的法律程序。第三，能源交易。能源交易是一种涉及买卖自燃气、原油、电力等能源类型的这个产品的投资方式。这类型投资可以通过多种的途径进行，包括数字性的交易平台，类似于股票投资交易、期货交易，甚至是可以直接购买实体的商品来进行储存和转售。投资能源交易的好处就包括高收益的潜力和市场的多样性。能源市场的波动性是比较大，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需求所在，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获取高利润的机会是比较高的。比如能源交易员这一个岗位，一年可以赚取$96,000到$168,000的收益，这还只是工资而已，可见这个行业是一个获利很高的领域。虽然说能源是全球经济的基础，是我们人类目前的刚需，但是是比较适合喜欢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因素，能够对能源市场走势有深入理解的人的。谈到能源交易我们都希望选择一个值得信赖并且高效的平台。这边就来和你介绍本集的影片赞助商 FXDM 富拓。富拓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拥有超过400万的用户，包括原油、天然气以及货币对贵金属、股票、期货等等，同时提供跟单投资系统，让你节省时间、分享利润。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多家权威机构的监管牌照，包括了 FCA、SISAC 等等，并且提供高达$100万的客户赔偿基金，让你可以放心的做交易。
关于好业专属福利，大家可以查看资讯栏处了解更多。第4，初创企业。初创企业投资是一种将资金投入到新成立公司以换取股份或是利润分成的投资方式。投资初创企业被认为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策略，然而成功的投资者往往能够发现并且支持那些潜在的明日之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 （Peter Thiel）。他在2004年的时候，当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还是一家初创企业的时候，就通过了他的$15万的初始投资。当脸书在2012年 IPO 的时候，让他赚进了超过$10亿的回报，其中的回报率高达2000倍。另外，大数据公司 Palantir 的初期投资也给他带来了超过$20亿的财富增长。彼得蒂尔的投资故事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更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准确判断了未来科技行业的发展趋势。对于寻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者来说，初创企业投资提供了一种非常吸引人的选择。好处方面，初创的企业呢，通常会带来极高的回报。如果这一个初创企业成功之后，早期的投资者除了可以带来这个财富上的回报以外，对于他本身支持创新和创业精神，也可以带来一个个人的满足感。然而，投资初创企业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许多初创企业最终都是会失败的，这可能就意味着投资者的资金全盘损失。这种投资需要深入的了解市场趋势、业务模型等等，并且能够有效的评估创业团队的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所以说，对于愿意深入学习并且接受高风险的投资者来说，这就是一个有趣并且潜力巨大的领域。股权型群众募资 （Equity Crowdfunding） 就是关键字，方便你找到在地的初创企业投资项目。第5，旧专利。你知道你可以购买一些新奇古怪的专利的吗？不管是产品的专利、技术，或者是 logo、画作等等，专利权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有效期限，通常是20年，从专利申请的日期开始算。过了这一个期限有些专利权呢就会失效，其中所保护的发明或者是创新将会被公众可自由使用。你有玩过这个指尖陀螺吗？它的发明者凯瑟琳·严廷杰，1997年，他因为自己患上了重肌无力症，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他的女儿，所以就发明了这一款指尖旋转陀螺。当时他申请了专利，并且小批量制作，在一些玩具厂上面去发售。然而在后来，因为无力承担起$400的专利续费，导致他2005年的时候就放弃了这项专利。在10多年之后，这个玩具被改良后大卖，严廷杰却没有分到1分钱，因为他当时的专利已经不受保护了。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一些多年历史的新奇玩意，不妨可以去查看他们的专利是否还有效，或许在他们的基础之下改良成新的发明，然后再卖给大厂，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丰厚的回报。第6，过期版权的作品。如果你阅读过卡内基、思维致富或者是聪明的投资者，那你就不难发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同样一本书，每一个出版社都不同，但大纲是一样的，甚至有一些书籍的内容和例子呢，都会按照当地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得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和专利是一样的，版权也是会过期的，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而有所不同。在许多国家呢，版权的保护期限通常是作者终身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年份。比如说美国那边呢，就是作者终身再加一个70年。市面上有很多的经典文学作品或是 IP， 虽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仍然可能具有相当的市场价值和吸引力。将这些经典的文学创作再出版或是拍摄成电影或是影片等等的，也会受到市场欢迎，间接性的提升作品价值。对于这类型的投资，需要对于相关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专业知识，包括了版权法律、市场趋势和文化价值评估。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牵涉到法律责任。其次，这类型的投资的回报往往不是立即见效的，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其中的价值。但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将会给你带来长期的回报。对于新手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自己的创作，写小说、文学、出书、影片等等，就是最容易的入门的创作方式。这类型的投入不需要你花费大量的金钱，但却可能给你带来无限的回报。需要的仅仅是你的精神投入而已。第7，停车场。投资停车场是一种独特并且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交通拥堵和停车位欠缺的城市地区。这种投资牵涉到购买和租赁土地，然后将这个土地开发成停车场，让有需要的客户暂时停放车辆。随着科技的进步，停车场业务也开始引入了自动化的元素，
如无人的收费系统和自动入场闸门等等。有了这些自动化的科技的协助可以减少员工的支出，直接降低运营成本。投资者不需要像经营生意一样那么忙碌，只需要一个空间和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机器可以计算停车费用，打印票据向顾客收费。投资停车场的好处之一就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投资需要的维修成本非常的低，不需要频繁的装修或是升级。如果这一笔投资用于开设店面，那就需要定时装潢这个店铺或者升级日常的设备，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投资停车场的话，经营10到20年之后，投资者还可以将土地高价出售给商业开发商。然而，停车场投资也是有缺点的。首先呢，地理位置对于停车场的成功至关重要。选择错误的地点可能导致低利用率和收入。就像是在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商圈，人流非常的多，但业者把停车场开在了一个不显眼的后巷，需要步行5分钟之后才能够到达这个商圈，导致很多人直接把停车场停在停车场外面的后巷，也不愿意开进去。所以说，地点格局的选择还是要小心谨慎。第8，精品酒类。在过去10年里面，投资威士忌的指数一共上涨了415%，比起标普500的178%表现得还要好很多。精品葡萄酒和威士忌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另类资产，和众多蓝筹股一样，它们的增长表现一点都不逊色，甚至比它们还要好，是一个想要追求多元化投资的不错的选择。投资精品酒类不一定要你特地跑到英国、苏格兰、法国去买这个实体酒来珍藏，透过一些酒类投资平台，比如 Winovest、Wint 以及 Recort 就可以帮你代理这些收藏和投资了，比较适合对于酒精有一定了解或是想要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人。第9，罕见硬币和奇特收藏品。投资罕见硬币和奇特收藏品是一种独特并且有趣的财富管理方式，它包括了收集和投资于稀有的硬币、邮票、艺术品、复古玩具等等，尤其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罕见度高或是受特定群体热爱的物品。这些投资不仅可以作为资产的一部分，也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文化和历史上的满足。一个美国硬币的收藏家 Barry Simpson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硬币收藏之旅。他一直对于罕见的硬币和特殊的收藏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决策不仅仅出于对于历史价值的热爱，还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市场潜在的增值机会。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Simpson 在1996年购买了一枚罕见的美国铜币，也就是所谓的1793链条分币。最终这一枚1793年铸造的1美分硬币拍得了235万美元的天价。然而，罕见硬币和奇特收藏品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市场需求可能会有所波动，而且价值评估往往非常的主观，依赖于收藏品的稀有程度、状态和市场上的需求。此外，需要适当的保存和保护措施，以防止损坏和价值下降。初学者可能需要从小规模、风险较低的收藏品开始，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渐的进入更加高价值和复杂度的投资。第10，渔业农场。渔业农场投资是一种日益受欢迎的方式，让人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接触大自然和农业。这种投资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种植植物和蓄养家畜，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休闲活动，让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渔业农场可以采用各种自动化的技术，比如自动灌溉系统、温室控制系统、智能的农业机器人，以降低劳动强度并且提高效率。大多数的渔业农场的投资者属于退休人士或是热爱大自然的年轻人，在日常清闲就可以经营起属于自己的农场。投资者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经营，销售自己农场的农产品。也有投资人会把这个农场打造成民宿，让大家可以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大自然的生活。好处方面就是渔业农场投资可以带来身心健康的益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如果能够成功的销售自家的农产品。此外，这种投资可以让投资者学习农业相关的技能，也可以设置一些小型课程给有兴趣的客户。对于大自然有热情并且愿意投入时间学习的人来说，它可以是一个非常有益
理并且满足的投资。新手可以从小型、风险比较低的渔业农场开始，并逐渐的增加投资规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特别和大家分享的10个不寻常的投资方式。通过采用不寻常的投资策略，你不仅能够学习新的赚钱知识，也能够将日常工作所得到的额外收入转化为长期的财富。透过积极的投资和财富规划，你可以在晚年的时候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而非仅仅的依靠基本的退休金。记住，投资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耐心和持续的学习将是你通往财富成功的关键。最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自己又有哪些稀有的投资项目是大家不知道的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学习。最后的最后，谢谢你的观赏，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和分享，让更多人得到启发。我是郝烨，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